好多人咧諗起財務自由啦，提早退休嗰陣時咧，不其然咧就係做一樣動作嘅，就係咧計下自己要儲到幾多錢。例如咧就係我要喺幾多歲之前咧要儲到幾多千萬。又或者我要喺幾多歲之前咧，我儲到幾多錢咧，我就等於可以退休啦。我又其實咧我想同你哋講咧，如果你真係咁諗嘅話咧，由今日開始你要忘記呢個諗法啦。我明儲蓄咧係非常之重要，我自己都好認同咧節儉係好嘅，而我自己亦都係一個極簡主義嘅支持者。但係如果你淨係諗住單靠節儉節省咧去達成財務自由嘅話咧，我可以話係一啲都唔足夠，因為咧錢會俾時間、量化寬鬆同埋咧通脹食咗，所以其實開源啦、增加收入或者增加收入嘅渠道咧，其實係比儲蓄咧更加重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4個可以幫你提升收入嘅技能啦。如果你想支持我呢個平台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另外如果你想享用一啲優惠去開股票戶口啦，或者加密貨幣戶口咧，你都可以咧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嘅。喺度我想先要強調下先，我一陣要介紹嘅呢啲技能咧，全部都係可以容許你有一個選擇權。有咗呢啲技能，你可以自己選擇要唔要喺一間公司裡面咧打工，定係咧將呢啲技能帶走離開呢間公司，擺脫打工一族。無論你去到邊度，呢幾個技能咧，亦都可以俾到你自由度，即係咧財務自由或者係工作嘅自由度。而我相信咧喺未來5至10年咧，市場都會俾一個好高嘅報酬咧，去俾呢啲技能嘅擁有者。好，第一個咧，我認為非常之有用嘅技能咧，就係 programmer 或者係 software engineer 啦。喺度咧，我想同你分享一個故仔啦。咁其實咧喺韓國咧，普遍嘅男仔咧都要喺30歲之前咧要當兵嘅。咁有好多男仔咧，甚至喺大學期間未讀完書咧，佢就走咗去當兵㗎啦。因為咧整個社會個制度都係咁啦，你未當兵嘅話咧，其實比較難去揾工嘅。咁所以咧，當時候咧就有一個男仔喺讀書期間，佢個主修科咧就係 computer science 嘅。呢個韓國男仔咧亦係好細個幾歲啦，佢就開始學 coding 啦。去到呢個軍隊嘅時候，咁啱咧，佢就被派到去軍隊裏面做一個文職上面嘅工作。咁呢度都俾少少 information 你哋。咁喺韓國嘅軍隊咧，係由政府去委派你去邊一個部門或者去邊一個軍隊支線去即係任職嘅。咁嗰陣時咧咁啱佢就係被派到去做文職啦，咁算係一個非常之好優差嚟嘅。其實當時候佢就用好大量嘅時間咧去處理喺佢個部門裡面嘅一啲數據。咁其實咧佢又覺得咁樣做法好冇效率喎。咁於是咧佢就忍唔住啦，佢就用咗30分鐘嘅時間啫。佢就寫咗一個 program 出嚟，咁呢個 program 咧就節省咗佢本身咧要花6個月時間去處理嘅數據同埋資料，即係咧幫佢節省咗最寶貴嘅時間。試想像下咧，如果佢係唔喺軍隊裏邊，佢喺一間企業裏面咧打工嘅，咁你可以想像到咧，佢可以為公司節省咗幾多錢咧？例如啦，佢每日做嘢咧嘅1個鐘嘅時薪咧係100蚊，假設佢每日係做8個鐘。每個月咧，佢做22日嘅話咧，幫公司節省咗10萬蚊。所以咧喺呢度嘅重點係佢俾咗呢間公司或者一個組織嘅價值就係咧買翻嗰啲時間。而呢一個咧正正咧就係編寫程式即係 programming 嘅價值啦。佢幫我哋咧換取翻時間，而啲所有嘅 programming 咧可以解決到好多繁複嘅工作，令我哋將呢啲時間咧花費翻咧喺我哋值得注意嘅事情上面。要記住。錢咧就唔係真正嘅錢，真正嘅錢係時間，時間咧先係最值得我哋去擁有嘅嘢。咁點解 programming 喺將來嘅價值係可以咁高呢？因為呢一個咧技能咧係一個節省到時間嘅技能。而根據咧 JobsDB 咧2021年嘅調查裏面咧，喺香港全職嘅 programmer 咧喺香港嘅加薪幅度咧已經係連續5年咧高達5%，而今年佢哋嘅加薪水平咧更加去到6.7%，遠比起香港平均咧加人工嘅幅度0.4%為高。咁可想而知咧，成個市場依家都係用緊錢去直接回應同埋肯定呢啲 programmer、software engineer 咧佢嘅能力。好，去到公司裏面咧，
邊一個部門咧係直接為公司賺錢呢？冇錯，就係咧銷售部啦 ，sales。另一個我認為咧非常之有用嘅技能咧就係 sales 銷售。哦，Wing啊，咁你係咪真係指咧賣糖嘅店啊、賣衫褲鞋襪嘅店裡面嗰啲銷售員啊？即係我想喺度話咧，其實去買糖嘅顧客或者買衫褲鞋襪嘅顧客咧，其實佢哋係唔需要大量嘅解釋去了解一粒糖或者一件衫或者一條褲嘅。基本上咧，呢啲顧客入到呢啲小店裏面咧，基本上佢就知自己想要買乜嘢㗎啦。所以如果你真係曾經喺一啲細嘅小店嗰度做過銷售員嘅技能咧，我可以話係有幫助。但係呢啲銷售員咧就唔係我今集要指出嘅銷售技能。我所指嘅銷售技能咧係銷售一啲好複雜嘅產品嘅 sales。首先你係要對產品進行一個好詳細嘅解釋啦，而啲客戶咧亦都好難理解佢哋係咪真係需要呢啲產品喎。Sales 嘅作用咧就係將產品裡面最複雜嘅要點清楚咁樣解釋，而且咧可以揾到需要呢個產品嘅人咧去買呢個產品。咁講到呢度咧，我都可以介紹一下我以前嘅背景嘅。咁我以前咧喺銀行工作嗰陣時咧，我亦都係做 sales 嘅職務。咁當時咧我要處理嘅發債啦，同埋上市嘅 IPO 項目咧，係以最少100個 million 嘅美金去計嘅。咁產品嘅內容咧，當然係好複雜啦。咁而面對客戶同埋我自己嘅其他嘅工作團隊嘅隊友咧，咁講起嚟最少都有成幾十人㗎啦。咁我工作咧就係將一啲好繁複嘅內容咧向我嘅客戶解釋清楚啦，亦都可以咧將我嘅產品同埋服務咧銷售出去。咁同一時間喺成個 deal closing 嘅時候咧，我亦都要解決晒所有可預見或者冇可能預見嘅問題，亦都要咧遵守呢個法務啊或者監管機構嘅要求啦。咁種種嘅努力成果先可以將一個100個 million 嘅 deal 去將佢 close 咗嘅。如果你將一個咁大嘅 deal 帶入去你公司或者你嘅銀行裏面，咁當然啦，銀行會唔會有 hesitation？ 佢亦都好願意去支付你一個咁高嘅報酬去俾佢嘅工作團隊啦。哇 ，Wing， 你咁樣咪即係話咧，所有人都要入銀行做嘢咯？邊度有可能啊？每個人都可以 close 成100 mil 嘅 deal 喎？唔係，我指咧其實係 sales 呢個技能。呢個技能咧係將一啲複雜嘅產品好清晰理解，然後咧仲可以將佢出售嘅人。由於呢啲產品咧都係複雜嘅，所以佢一般佢嘅價值都係高。而我以前咧喺銀行做嘢嘅時候，呢個部門咧，我哋嘅債券咧每年咧係 close 緊200至300單 deal， 而 IPO 旺季嘅時候咧，每個月至少都要處理咧2至3筆嘅上市項目。咁我呢度嘅重點係，如果你每個月俾公司帶嚟1000萬嘅 deal， 咁公司咧每個月俾翻10萬蚊你作為補償，係完全唔會有呢個問題。而個重點咧就係你銷售呢個產品嘅能力同埋呢個產品嘅價值有幾高。咁你試諗下，如果我喺銀行裏面，銀行有一個產品，亦都有一個客戶，但係中間咧係冇 sales 嘅話咧，呢筆交易係唔會達成嘅，因為咧客戶係唔會了解呢啲咁複雜嘅產品嘅結構，係必須要有一個 sales 喺中間咧係做一個引導。其實呢種技能唔單止係推銷一件產品，呢種技能咧仲可以推銷你自己。我哋每個人咧都係一個個人嘅品牌。我哋高效嘅銷售技能咧，係可以將你嘅收入咧大幅推高。如果你係擁有一個高效嘅銷售技能咧，你會將你自己嘅個人收入咧大幅推高。好，去到第3個認為最有用嘅技能咧，就係 language 語言啦。嗱，我知道你喺度諗咩㗎？我知你一定係以為我喺度講啊，記得要學幾種語言啊，學多幾種語言咧，第時就世界通行。好，先唔好咁主觀咁樣認為你已經知道我要講咩先。其實我係有其他嘅觀點嘅。咁相信咧，我嘅觀眾裏面咧好多，甚至係大部分啦，都係精通中文同英文嘅。所以咧，我嘅觀眾群裏面咧，我哋都係有一個天生嘅優勢，就係咧全球7.6個 billion 嘅人裏面咧，你估有幾多人係識講中文同埋英文？答案咧就係2.5個 billion 嘅人咧識講中文同埋英文。咁可以話咧，識講呢2種語言嘅人咧，係遍佈全球嘅7大洲，亦都佔據咗咧全球至少2%嘅人口。而我相信咧，語言喺未來10年咧，係可以令到你最成功嘅一種重要技能之一。
因為只有語言可以容許你接觸更多嘅人。其實世界上所有嘅公司，佢哋嘅最終目標就係一個，就係要接觸到咧大量嘅人群。喺全球化嘅時代咧，假如你真係識得世界上最流行嘅語言，基本上你已經可以接觸到廣大嘅群眾，即係可以做到 global marketing 啦。咁你可能又會諗啦，咁語言點樣幫你可以直接賺錢呢？咁以我自己為例啦，咁其實咧喺我製作呢個 YouTube 片嘅時候咧，我係需要先撰寫我自己文字稿嘅。咁就算你而家睇緊呢段片咧，我預先咧已經準備咗份稿噶啦。咁我嘅目標就係用一啲極精簡嘅句子啦，去訂立我嘅內容。而呢啲內容咧係令人哋係好容易明白，亦都係可以吸引到你哋去聽嘅。所以點樣你用精簡嘅文字就帶出自己嘅品牌，或者咧用一個文字去令你嘅閱讀者咧產生共鳴，而再 take action 有 action point 咧，其實呢啲都係唔容易做到嘅。喺電子媒體上面咧，文字嘅力量咧可以拉動你嘅 digital marketing， 即係市場銷售嘅效果，亦都可以拉動到你嘅收入。因為你有推廣、有銷售，自然你就有收入啦。而其實咧，我哋去表達呢啲文字內容嘅形式咧，都可以好唔同嘅。咁譬如啦，如果你係用講嘢嘅時候用到去文字內容咧，我哋就叫呢啲 public speaking skills， 即係演說技巧啦。咁但係咧，當你用到係真係喺一個實體嘅書上面啦，或者一啲電子嘅文字文章上面咧，我哋就叫呢啲叫 copywriting skills 啦。咁所有嘅內容啊，無論係聲音、影片或者現場嘅 live， 其實佢背後咧都係一段段嘅文字，一行行嘅字。所以 content is king， 即係話咧，即使你有最好嘅 idea， 如果你唔可以有效地將你嘅 idea 啦同埋內容咧呈現俾你嘅 target 觀眾去睇嘅話咧，咁你嘅產品只係會淹沒喺呢個競爭咁激烈嘅市場裏面。其實咧，你而家可能想像唔到，出面咧已經好多大公司啦，同埋一啲報章雜誌啊，或者係一啲電視台啦，佢哋咧係俾一個好高額嘅報酬金、人工，去俾呢啲咧有能力通過語音或者係文字有效咁樣咧傳遞關鍵信息嘅人。所以對我嚟講咧，如果你嘅語文能力基礎係好嘅話，而不單止有一個好高嘅演說能力，亦都有好高嘅 copywriting 嘅能力。咁當然啦，除咗你原本講嘅中文同英文兩個語言咧，如果你係想學多另外一個額外嘅語言咧，絕對係一個優勢。尤其是我哋呢啲本身講中文又講英文嘅人嚟講咧，你唔會好難去發現好多外語啊，其實佢哋個底佢個 base 咧，原來都係嚟自中文同埋英文，所以你學起上嚟嘅時候咧，你會特別覺得係容易上手嘅。咁例如好似我咁啦，我就係精通韓文嘅一個香港人啦，咁我就不妨咁樣喺度表演下俾你哋睇，點解我話係好容易學先。例如咧，我講韓文嘅1至10俾你哋聽。1, 2, 3, 4, 5, 6, 7, 8, 9, 10 아니 이렇게 해야죠. 1, 2, 3, 4, 5, 6, 7, 8, 9, 10真係醜死怪Jennifer 咧喺度咧糾正緊我嘅發音。咁 OK， 同貓啊。好，頭先你都聽到啦，個發音咧就係頭先以 Jennifer 發音為準啦，咁大家都聽到係同我哋嘅中文係非常之似。咁例如咧韓文咧，除咗中文之外，佢亦都好多係包含英文嘅。例如咧，我哋成日講嘅 ice cream 啦，喺韓文咧佢哋就會叫 ice cream。 아니 有錯。아이스크림 아이스크림 OK ice cream。OK。其實佢個樣咧都係麻麻地滿意嘅。OK，thank you。窮貓喎。咁咧佢糾正咗我啦，咁我都費事再獻醜啦。咁好彩我哋有個純韓語嘅 Jennifer 同我哋糾正下我嘅發音。不過咧，我呢度嘅重點咧就唔係我嘅發音啦，我嘅重點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識中文、識英文嘅話，學多一個語言咧，其實冇我哋想象中咁難。咁當然啦，你學多咗嘅第3個語言咧，係絕對可以幫到你咧 reach out 更多嘅人，可以進行更多嘅 marketing 同銷售。其實即使呢啲技能咧可以幫到你賺到好多錢，但係如果你唔識得點樣處理自己嘅財富同埋財務嘅話咧，冇一個正確嘅理財知識，
你賺幾多錢咧，你都唔可以將呢啲財富留住。冇錯啦，最後一個技能，我認為最重要咧，就係理財啦。投資同埋理財咧，其實係有分別嘅。唔識得理財嘅人咧，亦都唔會係一個好嘅投資者。一個投資者，佢連呢間公司嘅財務狀況、負債幾多、有冇亂花錢、有冇收支平衡，所有嘅嘢咧，佢都冇 idea 嘅。佢又點會有能力揾到一間好嘅企業嘅股票去投資做買賣呢？咁其實咧，我以往喺唔同嘅影片裏面咧，亦都介紹咗好多唔同嘅理財方案啦，同埋一啲教學嘅。咁咧，我會將連結咧放翻喺下面個資訊欄裏面，有興趣咧可以睇翻。好，正如咧我喺由零至到千萬富翁呢段影片裏面咧，我都有提到。我自己個人咧就唔係認為咧人嘅出身同埋佢嘅學歷咧會限制你嘅賺錢能力嘅，尤其是依家我哋嘅學習資源咧可以叫做係隨手可得啦，亦都唔再限制於咧你一定要去一啲高等學府啊、名牌大學咧先學到呢啲頭先我講過嘅技能，而學習呢啲技能嘅成本咧係非常之低。我認為呢4種嘅技能咧喺未來嘅5至10年裏面咧都可以幫助你成為一個高收入嘅人士。好，希望我今日嘅影片對你有幫助啦，你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你認為有其他乜嘢嘅技能咧可以幫助我哋提高收入啦，賺到更多錢呢？好，如果你中意我呢段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